欢迎来到 Nine Dragon 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炸疯了！王一博剧2部大制作去悬崖渡劫，首映礼顶大妈投扣手找演员赶，顶流叛逆到离谱。内娱顶流圈最近出了个让全网笑疯又费解的大瓜，手握金鹰奖、华表奖提名的王一博，放着2部 S+ 大制作男主剧约不接，转头扎进北美红石峡谷荒野渡劫6周，结果刚从悬崖上爬下来，就在纪录片《探索心境2》首映礼上贡献了名场面，顶着一头凌乱到打结的大妈头，满脸疲惫肿胀地瘫在第一排，全程沉浸式低头叩首，手指反复摩挲，仿佛还在回味攀岩莫出的老茧。当老板杜华在台上慷慨陈词时，他更是走神到浑然不觉，被镜头抓个正着，网友直接笑崩：哥，你是刚从悬崖渡劫回来，还没缓过神吗？演员的镜头自觉丢了就算了，怎么连头发都忘了梳？这是急着找演员感觉，先把顶流身份丢了啊！要搞懂这波离谱操作，得先复盘王一博近期的叛逆行程。就在全网蹲守他官宣新剧男主，粉丝坐等他乘胜追击冲击奖项时，他反手甩出一部纪实纪录片，把片场搬到了危机四伏的北美红石峡谷。预告片里的他彻底颠覆了以往的精致形象，没有仙气飘飘的古装，没有酷飒的赛车服，取而代之的是没穿洞的攀岩手套、渗血的指尖，以及在垂直悬崖上蠕动前行的狰狞面目，甚至对着镜头脱口而出你想杀死我吗的崩溃呐喊。这哪是拍纪录片，分明是把自己扔进荒野里自虐式淬炼。难怪网友调侃别人找演员感觉去剧本围读会，他找感觉去悬崖边练求生，赛道彻底跑偏了。据知情人士透露，为了这部纪录片，王一博硬生生推掉了2部制作班底雄厚的大制作男主邀约，在北美荒野里风餐露宿6周。这波弃影从野的操作，直接让全网分成泾渭分明的2派。心疼派粉丝刷屏，看看他手上的老茧和伤口，这哪是度假，分明是遭罪。哥哥对自己也太狠了。调侃派则补刀，找演员感觉不是去体验生活吗？怎么变成荒野求生了？建议先把大妈头梳顺，再去跟导演聊角色。还有理性派分析，顶流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推掉大制作去拍非盈利纪录片，要么是真热爱，要么是真任性。其实王一博的演员感觉失忆症早有端倪。回顾他的演艺之路，从《陈情令》里清冷出尘的蓝忘机，到《热烈》里热血追梦的陈硕，再到《追风者》里隐忍克制的魏若来，每个角色都深入人心，还拿下过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男演员提名，演技早已得到业内和观众的认可。但自从开启荒野模式后，他的画风就彻底跑偏，社交平台不再发精致营业照，反而晒出钓鱼成果，3条小鱼能开心半天，骑摩托兜风时头发乱得像鸡窝，完全不 care 镜头，就连攀岩失败摔下来的视频都敢直接发，全程素颜，表情管理失效，把偶像包袱摔得稀碎。有业内人士调侃，王一博这是把演员的细腻感全换成了探险的糙汉力。以前演哭戏能让观众跟着掉眼泪，现在爬悬崖能让观众揪着心喊加油。虽然都是感染力，但赛道完全不一样啊。
这话确实戳中了关键，演员需要的细腻共情和探险家需要的坚韧强悍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但也有粉丝力挺，这才是真正的方法派吧。不沉溺于舒适圈，先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再回来诠释角色。比起那些靠抠图、念数字演戏的流量，王一博愿意花时间沉淀，已经赢了。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为表演而沉淀的方式，在全球娱乐圈都不算特例。好莱坞影星克里斯蒂安·贝尔就是出了名的为角色折腾自己，为了机械师瘦掉29公斤，每天只吃一个苹果；为了蝙蝠侠诞生又增肌13公斤，演美国骗局时再增重长出大肚腩，还剃了光头漂白眉毛。他用弹簧身材诠释着方法派表演的内核，只有真正走进角色的生活，才能演出灵魂。从这个角度看，王一博的荒野探险或许不是找错地方，而是想跳出角色框架，在真实的极限挑战中找回对生活的感知力。这种感知力恰恰是塑造鲜活角色的关键。争议还在发酵，有人觉得顶流就该趁红多拍戏，王一博的任性是在浪费资源，也有人认为好演员需要留白，短暂的暂停是为了更好的爆发。毕竟，王一博的敬业早有先例，为无名练抽烟到呕吐，为长空之王在40摄氏度高温下反复吊威亚，他从不是靠颜值躺平的流量，而是愿意为表演付出的演员。如今他急着找的演员感觉，或许不是精致的镜头状态，而是脱离顶流光环后，作为普通人对生活的真实触感。目前，王一博的新剧动态仍未官宣，但找演员感觉的话题已经冲上热搜。有网友调侃，实在找不到就把探索心境拍成剧情片吧，你本色出演荒野探险家，说不定直接能拿个最佳男主。其实不管是悬崖渡劫还是剧本围读，能在顶流的巅峰期选择暂停，去追求自己认定的表演初心，这份勇气就值得肯定。你觉得王一博剧大制作去荒野是叛逆还是清醒？他能找回演员感觉吗？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关注我，带你解锁更多内娱顶流的真实日常。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